大家好，我是俊谷，我现在是来到陕西旬邑县。今天我要探访的是赵家洞石窟，它位于旬邑县的城关镇。这个石窟群远远望去，就像是一座座楼房镶嵌在绝壁上，画面十分震撼。这绝对是仿古探幽的好去处。现在就带大家去看看。原来这里是赵家洞村啊，是属于咸阳市旬邑县。我们沿着这一条小路啊，上去上面的洞窟来看一下，应该是从这里插上去。这里原先呢应该是一口窑洞，但这边呢就不属于那种洞窟了，因为这边呢都是属于泥土嘛。到了这边这条路啊，就相对来说比较窄了，而且上面覆盖了很多雪，有些地方啊是被人踩过。然后呢，这个雪呢就会被压实，压实之后就容易结冰，结了冰呢就比较滑了。在这里啊有一条分岔路，我们可以先上去这边的崖壁居啊来看一下。还好这个斜坡呢是没有积雪，不然的话可能就很难上去了。哇，太壮观了！这整面崖壁啊，大概有400米长，上面呢是布满了洞窟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啊，竟然有一条梯子。在古代啊，人们竟然要从这里的2层，通过这条梯子啊，爬到第3层。我相信每爬一次啊，都会胆战心惊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第1层的洞窟。你看，它每一个房间呢，都是被凿得相当的方正。来看一下这间呢。外面呢是修了一堵墙作为这个屏障，上面呢还安装了2个窗啊。现在这里面呢就很脏了，不进去。看一下这上面，这里一个洞窟，那边呢还有一个，开了一个窗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每一层的外面呢都是有一些小小的洞窟，对吧？你看，就是像这上面一样。这里啊，不是穿插着一根木梁吗？我相信在古代啊，当这个崖壁居还是比较完整的时候呢，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每一层的外面呢，应该都有一条走廊，可以实现户相通。然后在农忙季节啊，还可以在这个阳台上啊，来晾晒谷物。你看这一间呢，就非常有意思啊，它是用天然的石头啊作为阶梯，两边都有。从这边来上去吧，这边比较陡。这个房间好方正啊，只是现在的墙壁上呢是被一些过来游玩的人啊刻上了一些字，而且上面的天花板呢全部都是被熏黑了。那相信在这个角落啊就是厨房，你看这里就是原先的灶台，这里还有一条烟囱呢。只是被毁坏掉了。然后在这边呢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龛，这个应该是可以用来放东西。这里啊也是有一些孔洞，那也是可以用来穿插横梁啊，和这边一样。然后在上面呢，就相当于是一个棚，也是可以用来放置一些东西。我发现这里上来容易，下去难啊。下去的话呢，你看这里啊，确实比较陡，而且高度落差比较大。上来这间看一下，这间比较大。这里每一间的屋顶呢，基本上都是被熏黑了。这一间呢，它还搭了一些飞檐出来啊，就显得它这个空间呢就更加大了。我发现这一间呢非常有趣啊，你看它的一条小路啊，就是非常窄。沿着这边的崖壁进去这间房，在这里有一个侧门，是可以通到这一间。这里也有一个小门洞啊，但这个应该是后来塌掉的。从这边出来，继续往这边走，
这里还有好多呢。从这里走过去啊，至少400米。相信原来在这里啊，也是有2个房间呢，就是跟这边一样的，只是后来这边呢是塌掉了，因为它原来啊，在这个崖壁上呢是有很多孔洞，是可以用来穿插横梁。你看，这边呢相当于是上面的通廊，只是有很多这样的木构件呢都没有了。这间房呢，你看。它第1层啊是相对比较高，第2层呢就比较矮。看一下这里面呢是怎样的环境，也是乌漆嘛黑啊。这里也是一个灶台。哇，这边呢就是属于这个崖壁里面了。你看这上面呢都是石头。全部被熏黑了，而且感觉油腻腻的，有很多油烟呢粘在上面。而这边呢就是属于飞檐飞出来的。我感觉这里的环境呢还是相当好的，背靠大山，前面呢就是万亩良田啊，还有一条小河啊从这边流过。相信下面的这些居民呢，至少有一部分原先呢是住在这个洞窟里面。这里有一间房非常有意思啊，它的门呢就是在半空中，所以说呢，我猜测啊，下面的这些小的孔洞啊，原先呢就是用来穿插横梁的，因为它外面呢需要一条通廊，然后呢从这个通廊啊，慢慢的下来。住在这个洞窟里啊，其实也是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呢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大石头，把这间房屋啊砸坏了。你看，就是从这个位置掉下来的。所以说环境虽好，但是呢。也不知道哪一块石头啊会在什么时候掉下来。这间房啊也是坍塌掉了一部分。我看到他们这些砖啊比较奇特，比较大，但是呢好像是没有怎么经过烧制的砖啊，就是一些黄泥砖。那这边还有好多房子，继续往前面走。哇，都是破败不堪了。这一间呢，它有一点点略微的往下沉，而且呢，它是有2层，下面1层，上面1层。你看上面呢是被凿得非常的方正啊！哇，这间房间呢真的是好大，可以说有以前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啊，一间课室那么大了。里面呢是放着好多石磨，你看。这里2个，那里还有好几个呢。那这间真的是以前的大户人家，而且呢，它的墙壁啊还刷了一些石灰，不过上面呢依然是漆黑一片。我们一直走到那一边，从这里上去。这里有好几间房呢，看起来就比较新了。你看这墙壁啊，还是非常的白啊。哇，这间呢也是很大，你看上面呢就是大石头啊。你看这一条呢就是原先的通廊了。你看，就连这里的第2层啊，也是有通廊。这一边的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新。哇，这里第2层，这些木梁啊都是很粗的。这边呢就是一个炕，那从这里烧火。这另一边呢就是灶台了。我在2023年的5月份呢到过一次湖北当阳，在那里啊我也发现有很多崖壁居，但是那边的崖壁居啊跟这边的崖壁居相对比啊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。因为这边的规模确实太大了，你看它整面崖壁都是，房间数量啊至少有几百个。过了这间呢，你看在这里呢就有点不好下去了，从这里一直到山的另外一边都是，规模啊确实是相当大。
我刚刚用无人机航拍了一下，看到我在地面上拍到的这些房子啊，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啊，那边还有好多好多。刚刚我在手机上啊也查了一些资料，就了解到呢，这些石窟啊最初是在宋金时期，也就是距今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人们呢为了躲避战乱，就在这个崖壁上啊凿了一些石窟，以这个石窟啊当做避难的场所。因为在当年呢，这里肯定是没有马路嘛，所以呢，这里是属于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。通过下面这条路啊，我们就可以走到这另一边来看一下。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洞窟啊，但这里的和上面不一样啊，因为这里呢是属于泥土，上面呢是那种红砂砾岩。难道这里是原先的窑洞吗？现在我们从下面呢往上看，这样看的话呢，确实是相当的壮观啊。现在这条路啊很少人走，所以杂草丛生啊，而且另一边呢还非常陡啊。我感觉这边的路好像是崩塌了，哇，从这里过有点危险了。你看，自从下雪之后呢，这条路啊就没有人走过了，因为没有脚印。好窄的一条路啊，过来了。哇，刚刚呢就是站在这里飞无人机啊，你看这里有个落差嘛，所以下不来。我感觉从这里下来之后啊，你看这边的房子呢，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大的。这个房间怎么那么浅呢？应该原先呢就是搭了一些飞檐出来，所以说这个位置啊才是房间。给到我的感觉啊，这一边相对来说比较危险。你看这上面的岩石啊都是非常的松散，只有下面这一点呢是岩石，越往上呢就越像是泥土了，而且里面夹着一些泥沙、小石头。你看这里的空间呢非常大，这间起码也是有30平方啊。这里还有另一条梯子，你看跟地面上的落差起码有3层楼啊，也就是10来米。从10来米的高空当中，还要通过这条梯子爬到上面那一层。而且呢，这里上面的石头啊飞出来一点，感觉也是比较危险的。这里有人加了一层铁丝网啊，过不去了，看来只能是往回走了。你看这里啊，也是发生过崩塌，因为这里呢，原先呢它是有2间房，这里一间，那里一间。你看这边呢，只剩下后面的墙壁了，这边呢还有一点点地板呢是飘在外面。所以说住这种房子的风险呢，就是不知道哪一块石头啊，什么时候会掉下来。